在影片开始之前，先简单自证，我今天剪片的部分片段有用 iPhone 粗剪，再用 iPad 精简的图。肖战最近刚回到重庆老家修身养息，有网友提醒重庆的虾爬子，最近出门都要化妆了，生怕偶遇肖战，哈哈哈。这几天重庆183.6厘米以上的男的都会被盯着看吧？昨晚我在微博刷到了上海恒隆对面换上肖战的 Gucci 新地广，肖战好大好醒目，看视频能深刻理解这个灯箱有多大就有多爽。没想到换个地广居然需要这么多人，广告公司的动态更换动作也好丝滑，肖战像是一步步走进画框，莫名好有喜感。看着看着，肖战也滑进我心里来了。之前 Tuts 在上海也投了很多很大的地广，好奇之前的图片都哪去了呢？有网友说，看到有个霞姐吧，将 Tuts 换下来的地广拿回家了，她说有50斤重，这家里也要够大才能带回家吧，真厉害。今天肖战藏海传范志伟预告的词条登上了微博烫搜，没想到吧，一个杀青特辑已经被观众剧粉和各路剪辑二创盘出花来了。这就是好作品的讨论欲，顶级大导加超强团队加国民演员的权谋巨制，这阵容谁不期待呢？从里到外透着的精雕细琢、绝佳质感、匠心之作，内娱的观众就应该多吃这种细糠。还有网友将肖战主演的《藏海会成动漫二创》，肖战怎么那么喜欢蹲着托腮呀？站着高高大大，蹲着就变成小小一团，好像一只手就能捧走了，看着心里就软软的、萌萌的。自从肖战主演的《藏海传》曝出的杀青特辑后，藏海的凛凛风姿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才华横溢的粉丝们也有了创作素材，大展拳脚，进行2次创作，带来惟妙惟肖的漫改画作。有可爱版的藏海，更多的是风神俊朗的藏海，可谓形神俱备，带给人们无限想象。更加期待《藏海传》了，早日播出吧，真是等不及了。《藏海传》按照剧中角色框架设定，分别发布了不同角色的单人形象照，全阵容黑白海报如同一幅大雍众生像，每个角色的特写、构图统一，却神态各异，似乎能看出不同的性格，并且附上了人物判词，他们各自的判词也都值得万味。茫茫众生何所求？在这个故事里，有人求全，有人求位，有人求存，有人求生，有人求安，有人求静。人生如棋，知黑知白都须知漏子无悔。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剧还没有播，但是已经非常清晰地给出了不同人物角色的比重，谁是一番的大男主肉眼可见。有网友说，继《红楼梦》之后，很久没有再看过对每一个人物角色给予了一句判词，每一个角色因何而来，身处何境，肩负使命，去向何方，每一句话都是10个字。这10个字中分为了字6的结构，而在前面4个字中又2等分，后面6个字中乘24。如果前面2个字是人物的核心性格特性的话，那后面2个字便是他的心之所向，也就是这个人物角色的愿景。后面6个字中的前面2个字可以理解为每一个人物角色善用所长，也就是生存以及行走的技法。后面4个字可以理解为终其一生的果是无法逃离的命运。而主角藏海的判词是纵横求真，用藏海大人的来说，纵横2字恰巧对应了藏海官方给出的以身为题，以己入局，而求真2字也完美的诠释了官方总结的这一句步步为营寻真相。而后面6个字谋于方寸之间，不正是符合了运筹帷幄敛锋芒，暗潮涌动会真心这2句话吗？似乎就是在告诉我们，藏海大人谋便是其行走于世间的术法，而方寸之间便解释了他此生无尽的操劳。想想藏海的一生都在谋于纵横求真，方寸之间。当智奴化名藏海重返京城的时候，这个真是真相，他想要找出当年灭门真凶，洗雪沉冤，为家人复仇。这是一条极为凶险且容易迷失的道路，所以藏海这一路所求的真其实是本真。如何不被仇恨蒙蔽双眼？如何不在谋算中失去初心？如何不从屠龙少年变成恶龙？藏海一介不易闯入权力的角斗场，求生不易，而求真更难。那些纠结、挣扎、自我拷问的细节，将映照人性的现实。
比单纯的复仇爽文更吸引人，让人更期待藏海传成片了。藏海让人震颤的总是他懂得圆滑世故，只是不得不求真；他懂得苍生风骨，只是不得不求全。他什么都懂，只是不肯苟且。观众相信一个故事的前提是，记录故事和演绎故事的人先承认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正派的人性在火海挣扎，反派的阴鬼在油锅煎熬。没有完美的对错，输赢只是结果。历史翻来覆去，把无常的人心说尽，爱的有保留，恨的有棱角，笑得很隐忍，哭得不畅快。藏海在方寸之间写下这磅礴的一滴血泪，耐得住时间打量的权谋永远是，哪怕只出现几正的某个行路之人，放在全海浮沉和血海深仇的大幕中，你还是能为他的出现而停留，哪怕只是1秒的唏嘘，伏案浅眠的须臾时光，你会梦到旧时屋檐下的温柔人间吗？全清朝野机关算尽的藏海，难以安眠天真纯直地制炉，从江湖大火中来，于大雪朝堂中为自己一战。除了藏海，藏海传也为每个人都写了一句判词，点破人生轨迹之外，最重要在于没有一个人是错的，只是立场不同。江山万里泱泱，纵横权谋之间，朝事无是非，输赢写史书。然后看到这一众的人物角色当中，有谋士，有浮沉，有明哲保身之人，也有居心叵测之辈，有求名求精致于良师之上的超脱之人，还有颇具五行元素特点的护卫。单看这些图已经觉得剧情丰富感拉满，现在回过头再看看当初《捉妖记》中跑龙套的肖战，和1000块钱演了《庆余年》严冰云这一角色的他，这些年他的扛剧能力有目共睹。如果只是说单纯的流量，绝对配不上他的演技和努力。不说肖战是个有灵性的演员，而他对于人物的灵性在于让人物角色的下意识和习惯成为自己下意识和习惯。所以杀青的时候，肖战发的这句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说的既是藏海，也是和藏海合而为一的自己。因此他没有回到工作的常驻地北京，而是回到了重庆父母身边，希望他可以在的咸景致进组之前好好的修身养息，确实该好好睡一觉。另外看到有网友说藏海传太考究了，每个重要角色都有判词，看出来这个朝堂绝不是儿戏，群狼环伺，诡谲多变。肖战是温柔的强者，非常贴合角色，一句台词都没有，就让我震撼到极致。所以和大导合作很重要，能让你发挥的淋漓尽致。大导演和大制作的特别之处，能最大化把演员的潜力激发出来。特辑里肖战眼神细绝了，更进步了，感觉出他对待每个角色非常用心，热爱每一个角色，也如同他对生活的态度一样。这样的人特别有魅力，好想看他一步步变成老谋深算的人。祝肖战的每一部剧比上一部更好。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